哦，我的3个宝宝都累了。老实了，老实了。啊，你们都这个状态啊？我以为就我很难受呢。你好累呀，看着，好疲惫呀，你们看着。怪我拉他们上了一会儿课。还好上了这堂课。我上课黑榜了，我怕呀，到时候回去完了俱乐部说给我滚，你上黑榜是吧？给我干开了。哎，一会儿加个微信，有空一起玩。哦，好呀，好呀。刚刚那个周正南，咋了？周正南他给我个付款码。呀，周正阳，你快来！过来，恭喜，过来坐来。藏得挺深啊！我都不想打你们，那才是强队，你干啥 Defeat。炫起来了呀，炫耀起来了，赢了一把，炫耀起来了。现在是要干啥？不知道。宣布我们最后一名。从 B 组开始打才有意思。所以说倒数第一不是第一。我上一季也听过这话。你上一季也当过最后一名吧？就我上一季一上来就打的你们啊，你都忘了？哦，说实话，这全是战术，因为我们先变成了最败的败者组之后，下一把我们就打的是倒数第2，好赢，知道吧？起码我们碰不上那种巨强的队伍。只能自己给自己鼓掌了。跟你们的队服很配哦。确实。原来是队服的原因啊！完了，原来是9折的原因啊！我的队服选择黑色的原因是我希望我的队员穿上队服之后能够稳重而自信地应对任何一场比赛。金色是代表着我们队伍对最高荣誉和冠军的渴望。最终全员黑榜的战队是9折战队。受不了了。我只能说再次向9折老师道歉，把他队伍带到了黑榜，确实。同时，9折战队也将接受一项殊荣，战队的教练将登台表演。啊！表演什么？看看那个跳贝贝。哎，周柯宇，你教9成跳晚安大小姐。不行。可以，求求了，想看。该说不说，周柯宇的晚安大小姐我也挺想学的。真的吗？他跳过，发过抖音，回头给你看。周柯宇就跳这个吧，挺好的。周少。来，走，不是教练表演。哦，教练表演。去吧。你也可以邀请你的队员一起。那可以啊。不行，别求你了，真别。我们可以贡献我们的教练。我拒绝。你等着，回去上课，别睡觉了，今天。我来唱首《刺痛我》吧。刺痛我。这首歌非常难听。别搞我呀！还好我没输，我们输了这个你上去本人唱《刺痛我》了。本人唱吗？杀伤力太大了。哎，那我们要是输了，你不就要去表演节目？大仙的笑突然僵住了。行吧，那就我去跳舞吧。你去跳舞，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吧，我们一起。行。走。跟你跳舞。那就所有人呀。海哥，
凯哥，凯哥，不是，我跟你说，我没事，我们帮你挡住，你在后面，我帮你挡住。没事没事。真的是我的短板哦。凯哥100万个不愿意，输都已经很不高兴了，还得搞这个，真的。弱小无助又可怜，弱小无助又可怜。来个音乐，来个音乐的。有没有音乐啊？我们还要歌合音乐吗？我们还要？当然啊。啊？你是专业的，当然要合音乐了，怎么能轻跳呢？我现在才知道赢了的好处。我就说了，不光是上黑榜，说了任人摆布，真的是。来一下子，正上场的。甜妹是吧？可爱。想看真正难跳。我也是。太帅了！哎呀！好，可以了，好，可以了，走了，可爱。哇！哎，帅，太帅了！外向一次，内向100次。英雄碎片5个。周少等会儿回去，红温了，整个人红了。真的是糟糕，尴尬了，显得我很没有担当，没有这个能力独自表演。确实没有，没事，输了一起扛，有啥？这个黑榜每天大家都能看到，我感觉比较像一面镜子吧，我感觉可能就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是黑榜榜首这样，对，然后也会可能会比不在黑榜上要更着急一点。我没有想到会挂在那么多地方，就是仿佛要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打得最差的一样，多少是有一点尴尬的。就是会把我认为投给个人的时候，红榜我投给的2个人，我居然能把他们拉到黑榜去，就我会特别内疚，我会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看看你们这黑榜代表了什么？你们应该知道吧？黑榜就是黑马的意思，代表着我们还有特别大的进步空间，代表着我们要知耻而后勇啊！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你们打的最后一场比赛，好吧？你们都说一下自己在这把比赛里面自己这个阵亡的情况。队长，你先说一下。我阵亡次数比较少，但是我觉得阵亡次数比较少，这就是问题了。辅助的阵亡次数为什么这么少？你会发现，王瑞鑫每次死完之后，刘星的技能都是全部都在的。就是前面的坦克是吃不到你蔡文姬的资源的，你的站位是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最核心的是王瑞鑫你的沟通，对吧？你上去你完全不跟队伍讲，然后就上去了。吴宣仪直接贴到赖美云的脸上了，作为一个 C 位，是不是？那你这不必死无疑吗？怎么解释啊？那可能好，我的失误。你看，四面八方其实你有视野的，全是人，但是你直接就冲进去了，然后忘记了自己其实很危险的，你也是个 C 位，是吧？90档吴宣仪在发育中拿米莱迪这个决策，我觉得有点饮鸩止渴了。
然后你看，都10分钟龙点了，然后中路清完线都各自就往上跑的往上跑，对吧？在这边不动的在这边不动，就看下来就感觉你们打的是一盘散沙，大家各自在干各自的事情，所以你发育好差，你这经济，然后你兵线不敢吃，一个在下路一个失血的炮兵，你在那里猥琐得很。吴宣仪现在确实是我们队伍的短板，他是最短的那个，他能在这1、2天长多高，就代表着我们这个桶能装多少水。没什么信心。从长远考虑的话，我们队伍是需要让其他人去尝试一些射手。要不刘星打把射手，你打把辅助试试？好，可以，好吧。你们卧龙凤雏下路2人组。就觉得说好像是说输出现在我打得不好，然后得换位，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吴宣仪是会玩什么辅助啊？我庄周玩的都不太好，然后钟馗勾得到人吗？不太清楚。勾不勾得着纯看运气。要不然我玩蔡文姬？蔡文姬会吗？蔡文姬倒是可以。不一定，不一定。来试一把，好吧，试一把没事的，训练赛嘛。我是觉得现在的队伍之所以会到黑榜这种地步，问题就在于他们的个人能力。接下来还得看队员自己的训练情况。早上好。教练好。走。走。各位观众们。我又回来了，今天又是我喊人一天。把舌头捋直了说话。早。好。九九老师，我们好了。哎，他们在直播。他们在直播打训练赛。留住他，留住他，射手，漂亮，漂亮，非常好。好喷，好喷，可以开龙，可以开龙，开龙，开龙，来，张飞去站一下视野。好，我来站视野，我来站一下。你们看他们这沟通，我来了，杀了一个人，我站一下，没问题。各种交流，鼓励。不是九九老师不是告诉我们不能骄傲吗？所以我们都鼓励跟骄傲是同样的概念吗？哎，这个牛魔你看也是技能放不到人的。这牛魔跟你差不多，我跟你说，
就是别人玩的不好，他敢掏出来；你玩的不好，你就各种推辞，这很难受。我吗？对。牛魔我没玩过。他肯定也没玩过呀，这个李川打中路的，他只是补辅助，都玩的不好。你看这牛魔不也就是在前面挨打过日子的？你看这大招又空了，咋的？你能玩的比他还差？就周震南现在这么猛了吗？周震南其实之前我了解也是玩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这段时间就进步特别快，他很多英雄都是最近练的。但是反观我们呢？我写在群里的那些英雄，你们练了几个？就是我们拉了个群啊，然后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训练的内容，但是其实执行的效果很差。我觉得就是逆水行舟嘛，不进则退嘛。大家一直在进步，我们还在原地踏步的话，确实会差挺多的。作为队长来讲，我是非常惭愧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所以可能其实这段时间的练习并不是很顺利。辅助昨天练什么英雄了吗？要不辅助练个廉颇试试呗？那种都没玩过，这都第一次玩。你先看一下那个教程，就是121，比较简单。主要现在我那个还不懂他们的那个技能。廉颇是那个很肉的那个。那就先练把张飞吧。啊，张飞，对，那个奶妈行吗？我觉得我们练一个英雄特别费劲，要做很多的思想工作，才能让大家去开始练习这个英雄。我们之前在带那个亡灵姐的时候，就是比赛前一天就练了对抗路，第二天比赛他就上了。叫他练，他没有说什么，哎，我不会这个那个，人家还那么大年纪呢。我觉得他特别有电竞精神，你知道吧？我们不会嫌弃一个人说他有多菜，但是这吃不消那种没电竞精神的。教练，我觉得就是其实不是，我觉得大家不是没有电竞精神，只是可能刚刚开始，就是希望能够给队伍带来一些好的帮助，所以大家都想用一些自己熟练或者擅长的。但是你说完以后，我觉得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愿意挑战这些，比如说没有尝试过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是愿意去练的，对吧？是的。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吴宣仪，你得摆正态度。大家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听到了好几次你一直在说什么把你淘汰，就没赢过。那个老板，那个杜妈，这个行程我可能就是真的撑不下去，我就想退赛，赶紧把我退，别叫我，赶紧把我淘汰了。别摆烂啊你说这种话，我觉得坐在这里的，我不知道队员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我的队员有一个人还没有打就想跑路了。我没有想跑路。所以如果能好好打，我们就不要以后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就认真练。如果不能好好打，不想打，想被淘汰，自己就买机票走人。如果不能好好打，不想打，想被淘汰，自己就买机票走人。我不知道教练你说的这个话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我就是觉得你总是说什么把你淘汰，这种话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当下这个条件跟速度我跟不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只是说做一个最坏的打算而已。我当然想大家好，但是教练你这么说的话，真的会很伤人心，你知道吗？但是我刚刚也跟你举例子了，
最早我们带着我说，王如果是琳姐一起我现在要打的时候，走的话，我现在要走的话，那我是不是对大家不负责任？那你说把你淘汰就对大家负责任吗？我只是说结果，万一结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想拖大家后腿而已啊。比赛都还没有开始打呢，我也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而已。主要是说了好几次了。如果你比赛还没有打，因为你把训练赛输了，就开始唱衰，你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状态，而且会影响身边的队友以及教练。对于轩怡来讲，她最近可能也比较累，对，然后又被换了分路，要重新学习几个英雄，我觉得一下子压力都在身上，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着急。他只是希望通过自我调侃的方式，可能去抒发一下这个压力吧。但是，可能刚好教练又比较在乎这个事情。其实你的想法，我们都特别理解。哲教的说法，我们也特别理解。就像哲教说，一开始说，其实我从来不害怕任何人菜，他其实需要的是一个态度，二个是一个整个团队的一个氛围和气势。我是想做好的，假如说我不想做好的话，我大可以随便搞综艺的一些料，随便就算了。那我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情绪？就是因为我是想好的。是我们都知道你是想好的，我们所有人都想好。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想就一定能够很快速的达到的嘛，所以我们就珍惜这仅有的这训练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练就行了。那些话就别说了就行了。不是不想说。对，就以后就不说这个话就行了。其实我们就是态度也很重要，氛围也很重要。对，反正我就是这意思。如果能练大，就在这边好好练，不要还没有开打就什么把我淘汰，就感觉我们已经输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休息5分钟好不好？休息，休息5分钟，缓缓情绪。好了。其实我的状态跟他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我是姐姐嘛，就越到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两个还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我肯定是要稳定，我不能说那我们两个人都崩了，那整个下路怎么办呀？因为一直输，哲教肯定很有压力，轩怡更有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在拖后腿，因为他也跟我说过，他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两个人的压力都在那儿，一旦有人去触及了这个事儿，那就一直碰撞，最终就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因为他把每件事情做好了，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能去说那些其他的元素，那是得自己克服的事情。我崩是崩在最开始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没有撞到一起。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我一个人能力有限的这种使不上劲儿的时候，我真的很憋屈。我现在每天爬起来，就是在干不同的事情。
一睁眼啊，我在哪里？哦，王者哦，王者，就干懵了都已经。我跟你讲，你的粉丝会非常心疼你，因为他们了解你的情况，但是其他人不会管你。说实话，教练他现在非常焦虑，因为他确实带了2季的冠军，咱们现在确实有点拉垮，人家2个红榜第1名放在咱队里，咱现在是黑榜，对不？他自己其实也很要面子，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咱俩的问题，带不动。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也崩，我真崩，我这么大岁数我也崩，我也要脸。因为九哲真的是我特别喜欢的教练，不想让他的队伍丢脸，你知道吗？得努力呀，会努力的，会努力，肯定会好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咱俩越得咬着牙，咱就是一说满满正能量，能量满满，我就干。你说练啥我就练，对不对？因为我陪你呢，咱俩这垫底儿就卧龙凤雏，别忘了，是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我觉得真的别泄气，多打1把，你就是比上一把的自己要好的。没泄气，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把所有的坏事情给自己先预个防。其实就是随便说说。那如果咱也知道教练介意，咱不说这个。如果咱们需要发泄呀，咱们就换个说法。你看，从来没有见过教练1天之内吃那么多甜点。其实这也是他表达焦虑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去干嘛呢？吃点东西，开心一下。练得咋样啊，老师？开心吗？有信心吗？必须的。我们到现在今天1把游戏都没打的。你们需要打吗？你们这都是胜者组啊，你们是属于。确实我们是胜者组。对啊，你们胜者组啊。你们胜者组开心的美美的拍照就可以了。美美拍照没有用，只有黑榜比较有用。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好想上黑榜。你们就是在黑榜上就每个人都很帅。好看的海报我看到了，好好看。你这太凡尔赛了。不是真的，我是红榜都不展示，真的是。走吧，上课去了，加油！加油加油！拜拜，走了。明天加油，明天加油，明天见，拜拜。好，拜拜。咋了？没事，怕你心态崩了，怕你碎了。我心态崩，我是小场面好吧，对于我来说，但是确实这状态很难带啊。傻了？没啥。你咋哭了？我就是觉得大家确实都会有压力嘛，然后教练肯定也有，包括我自己也有。那确实是想打好，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让团队就是氛围好一点。就其实我也有压力。可能就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压力，只是我觉得
我也有一点怪自己，因为我拿了第1集的 MVP， 然后我是觉得我在打野位是就是有 C 的空间和能力的，我就觉得就我没有做那个可以 C 的人，其实，在教练的角度，就是让你们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尝试，行不行？我们其实是会做评估的，对。但是就是在我们在做起一些尝试，做一些调整起来，我是感觉沟通的成本特别大。包括我刚刚在训练时说的，如果队伍里面5个人，有1个人还没开始打，就想着跑路，那其实是很难受的。确实是，打比赛嘛，就像上战场，气势很重要。这一次小插曲让我意识到，哦，哲教可能对这种每位选手的这种态度，他很看重。今天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得看队员自己的这个消化情况。如果队员自己能消化，反而这个事情能把大家的心拉拢在一起。给大家整2个甜的东西。哎呀妈呀，这甜点都摆上了，让大家开心开心。吃点甜的，心情好。这是谁的？都是你的。九教练，首先就是可能我们2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可能你误会我的表达方式了。我说把我淘汰的意思呢是，我不觉得就是说，我是要放弃大家，千万不是，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只是因为我想要变好。有时候偶尔给自己调侃一下，让自己心情不要那么紧绷，因为我想要大家一起赢，所以我才会引发这样的一个就是侧面的一个不好的想法。其实比赛就是大家都会很紧吧，比较紧张，对。但是一定那根弦是不能松下来的，就我们不能提前说一些丧气话，不然的话大家就是会影响你身边的队友啊，你的团队的教练啊。我知道我这个说的这个方式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仅是因为我个人，对，所以我刚刚也就是自己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话确实不应该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你道个歉，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心情，因为这是一个团队嘛。对不对？我只考虑到了我个人，觉得说不要去影响到你们，不要去让你们就不想让你们不想让我给你们拖后腿，所以我就说出了那句话。他其实当时就是需要释放一下，可能就随嘴说出来一个那样的话，但其实并不是认真的。行吧，年龄还小，还需要成长一下。年龄不小了。其实我觉得九球教练他虽然说嘴巴上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很冲，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希望我们好的。然后马上就要比赛了，然后呢，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可能最适合我们的一个5个人的配置，所以他就着急了。没事的，他们真的不强，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些方向吧，我觉得。我觉得配合上面我们多积极一点。我感觉大家的问题就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很多都是很基础的问题。于宇就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教练嘛，像他们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于宇比较适合来跟他们去做一些基础教学内容上的沟通吧。有请我们助教。
Hello， 大家好。Hello， 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于宇，前 RNG 战队的队员。就是我来之前，我了解过大家，就是基础有那么一点点的薄弱，然后今天是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偏基础的一些功课嘛。OK。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基础课教学。首先是这个兵线的话，第一波兵线是10秒钟从水晶出发嘛。然后线上交汇的时间是30秒钟，然后刷新间隔大约是33到34秒，但普遍是算33秒。左边这个暴君啊是4分钟刷新的，然后它的刷新间隔是4分钟。各路位置需要做的事。这样的可以勾引一下，射手拿红，中单拿蓝。啊，对面英雄身上的 buff 消失时间。哦，王小薇。这个只是最简单的一节课，还是把 PPT 发我们吧。我往群里发一下，随时复习。很多以前就是只知道是那么个东西，现在知道大概在什么时间节点你该去干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嘛，对吧？至少意识上你是进步了一些了。有勇气打开新尝试，持续更新，挑战更新，无惧每一次新挑战，勇闯不止步，荣耀战不停，生而无畏，战至巅峰，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神钩你玩过吗？神钩就是能有钟馗的技能，每个人都。哎，对，然后那个隔了一条东西，然后中间飞一些东西勾过来，然后又变很大那个。哦，可以的。我跟你换一下吧，我想玩鲁班。可以不？可以不？来了，就是这个。哦，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呀？把人勾过去。哦，把人勾过去。该我上场表演了。炫哥被勾走了，被打死了。打他！哲教玩的高渐离吧？是的。暴力摇滚！哇，3发连勾。直接被勾死了。为什么他们的能丢3个钩子啊？3个钩子啊？哎，3勾，我来3勾了啊！勾过来了，3个钩子。我勾了3个飞镖啊！我来3勾了啊！这个必中2个。哇！这个必中2个。勾到了！哇！我被勾了！哇！勾了2个人。然后他们过来把你们都杀了。哎！把我箍过去，人全杀完了。我又没了，兄弟们。他们那边好多钩子啊！它每个钩不一样，有吸血的，有单纯的钩子。哎呀，我怎么又被拉到这边来了？疯了！哦，我知道了，勾对面的柱子，我们会跑到对面的柱子那边去。哦，我知道这个怎么玩了，我已经摸清楚他的套路了啊！哇，我勾了3个，兄弟们，好可怕！我现在勾一次中一次啊，兄弟们，来个力无虚发，那小书包直接给他勾过来，勾过来啦，又勾到，超级勾！哎，这什么呀？爽不爽？小书包被勾2次了，谁是小书包？你？哇！
我这个小书包，你们别勾我嘛，行不行？哇塞，这太有意思了！我躲在这儿，躲在这儿勾。哎，躲在那里。来找我了，快快打他！这几个意思？打他！这几个意思？这几个意思？啊，这儿好高啊！这几个意思？这几个意思？这几个意思啊？我把人杀完了。这儿好高啊！啊，结束了，30个人。哎，我们赢了。好，我们失败。这个好玩。哎，这个好好玩啊！这个他们好玩上瘾了。好好玩，我觉得这个是王者荣耀出现的活动，除了10v10最好玩的，氛围非常欢乐。你玩吧，我不玩了。非常放松，也非常开心。我不玩了。双杀，赢了。打的我们这一桌只剩我们几个在玩游戏的了。真的，这真的很好玩，比打训练赛好玩的多。你等着，回去上课，别睡觉了，今天。走吧，走吧。好。哎，有意思，有意思。哟，教练，久等了。哇塞，点了这么多菜啊！我都有点馋了，能不能先下手为强啊？快收收你的口水吧，比赛可不能这么急。今天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锻炼你的耐性。哎，我可不急啊，我直接到他们跟前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么勇啊！勇闯天涯 Super X 在手，蓝 buff 我有，火力全开，全程无对手。好，那我明天就看你勇闯巅峰，给我拿一个红榜回来。放心，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来了！来，教练，走。这是不是 AJ 的传统？上一期 AJ 也有带选手吃过火锅。我成都的战队嘛，肯定要吃火锅噻。其实昨天训练，大家打得还不错。啊？你确定讲这种违心话不会喷？怎么就是你觉得应该是我们？怎么就是你觉得应该是我们？你看，是灯都灭了。证实了这是违心话是吗？林默是重庆人吗？对啊。他是重庆人。你是哪人？你猜。你说一下44，10是10，你说一下。44，10是10。我跟你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你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对啊。你也是重庆人？对啊。二货。假的？你这二货就一点都不正宗。他不是，我听出来了。林默是重庆哪个区的？不是，你是假的重庆人吗？你哪个区的？我装一个。哎，在哪个区的？原来住在渝中区。渝中，我九龙坡的。哦，对，你上次说了，我想起来了。那你是哪人？温州的。啊，那你们那个皮革厂是不是倒闭了？这贴脸开战吧。韩信前期有红有蓝，拉23没问题。弟弟，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打超级兵。还有那个脚踩大耳朵，你不要打到那个圈里面打，你要走。两个大叔讲的特别像那种唠家常的感觉，特别有那种反差感，很好笑。我还没刷到这个啊，罚我。来给你们搜一下那个大叔的，我没看到过，我真没刷到过这个。你看，打貂蝉，你不能在他大招里面打。哎，他放大招你就往旁边走，他要追你，他就死定了。他就死定了。他放大招，你还在跟他打，是不是？你不觉得特别有反差感，你懂吗？感觉是我爸的年纪，他们的友谊，真的。您平时是不是饮食吃回原来的限制很多？我不限制。他喜欢吃蔬菜，他吃火锅，哇，他是可以不停的吃。他平时吃什么都吃的比较少，但吃火锅的话，他可以吃3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真的假的？真的。我有一个火锅胃，就是胃。只有吃火锅才能吃那么多。可以吃那么久。他是可以不停的吃。
所以大家都是吃辣的，是不是？我看这两个都没有人在这动啊。不辣。你看我们多有默契。吃火锅是一定要吃毛肚的。有肉吗？我不要。迅哥，这个时候你应该不用问，你直接夹到他碗里。我真的不要，我真的不要。不要。我真的不要。不要想来讨好我，我跟你说，李晨晨。也不算吵架了，就是我们最近这2天对不上线，对我来说打的过程当中平稳一些，他就会一头就冲到黑。爸爸，你在干什么啦？回来一点，你站那么近，你干啥？因为我是一个厉害的射手。你等一下，你回来一点，你回来一点。爸，好，打也来了。你不要站的比我前面，爸爸。我不答应了这个。我现在是射手，就是要压，然后就是要气出到让他们难受。我有几次我说上没关系，上了以后我也被秒了，所以他就稍微发飙了一下。你前面觉得哇好松快，反正你也不觉得啊像村里大家一顿乱打，也不知道往后退一点，就觉得生气，就瞪他。可能就是我的不对，我好好听话就好了。不要我的，我不要。老板说我随吧。不要想来讨好我，我跟你说，李晨晨。可是你们平时啊，电竞选手出来聚的时间多吗？就像这样吃火锅啊这样？多，一般都是训练结束之后，因为我们有个规定的休息时间，我们一般会在休息时间之前回去。休息时间是强行的吗？强制性的，我们要收手机。他们是运动员吗？哦，我们要收手机。不能谈恋爱吗？这个没有练习生。因为这个运动项目对于就是所谓谈恋爱所消耗那种体力，这要不要大大的应该是。因为你心会比较分散嘛。轩哥，你觉得打游戏的时候你的心思会被分散吗？不会，我很投入。就是因为他太投入了。啊不，我的心是分散的，我的心是一直分散着的，难怪我打得那么烂。少来你。我看昨天他们 KSG 去主场看比赛了，我们也去 AG 的主场看。可以啊，欢迎，给你们留个大大的包间，欢迎你们来看比赛。好的呀。好。总决赛我们俩来看。是 AG 夺冠的。可以，没问题。对吧？今年又卫冕，奶起来了，不是毒奶吧？福星，7姐是福星。我跟你说 ，AG 夺冠最起码有个30-40%都是我的功劳。真的假的？我在 AG 去决赛之前，人家问我说，你觉得哪个是冠军？我说 AG 是冠军。说什么做什么。7姐是福星。是的，平时温文尔雅。你在说这次我要收敛一点。没关系的，不用收敛。收敛，不要收敛。你这个指挥特别好，特别准。没关系，你就放马的指挥，不要有任何顾虑、担心什么，觉得啊哥哥姐姐们介意，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说，你喊得越大声越好，因为你这样喊，他们能听懂你的意思。脏话都可以骂，大不了我骂回来。现场就听到耳机里面大声骂。吃火锅就是一个很容易团结的一个行为。这个时候我们会放轻松一点。教练是想把我们凝聚在一块儿，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氛围，让我们这个团队更加的彼此了解，也让我们能有更好的精神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看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回去训练。好的，谢谢教练。你看见我们这个团队氛围呀，就是氛围好。神
人钩你玩过吗？能有钟馗的技能，每个人都有。哇，这是什么钩？又来一个，又来一个。来吧，输！哎呀呀呀呀！你好烦哦，爸爸，你跟我干什么？哦，那是你呀！不要给我装傻。哇塞，这太有意思了。他们好像玩上瘾了。各位选手，插播一条喜讯。喜讯。谁结婚了？江南皮革厂又倒闭了。本期节目播出时，将由观众选出最喜爱的选手，参与《王者荣耀》游戏端内语音包的录制。被选中的选手们可以创作语音内容，并且亲自演绎，拥有属于你的峡谷限定声音。已经开始在想，就是录什么内容了。半区对抗赛的下半场了 ，BO3 全局 BP9折战队对阵到苏州 KFC 了。你们今天一定会脱离黑榜。又碰到我们了，你们这周又蝉联黑榜，也是我们赛点局。周柯宇肯定是非常强的，他想杀我，我也感觉我能杀他。方舟对决，哇，这伤害！手下败将，打发过去，能打，可以留他。打，可以外面一波3连决胜，漂亮！直接放大压，控制了，3连决胜，打得可以啊，猛的嘞！啊，我的心跳好快。我要碎了，救命！玩辅助去吧。一会儿不会要被穿小鞋了吧？你这个情商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呀？要不算了，你这个情商。那就弃权呗，上去丢人现眼，还不如直接投降呢。大家好。哎，小婷，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东西啊？你们在他眼里都是狼啊！教练，你单身吗？那有初恋吗？你们真搞笑，哲教可真帅啊！完了，酒库脸色不是很好。怎么样？感觉训练的在峡谷里脱水了。solo， 想提醒女朋友减肥，你会怎么说呢？这是录的是爱情保卫战，结束吧！一头汗了，真的。你是一个很严格的教练，现在已经温柔很多了，意思是以前更加严格。可能在这个行业来说，有一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尖锐是一个好的东西吗？本节目由生而无畏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卫龙不只是一种辣，陪你燃辣巅峰时刻。本节目由卫龙辣条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万和赞助播出。万和星汉插一套系，成套自由嵌，无忧换新家。打开腾讯视频看《战至巅峰》第3季，每周6周日看正片，每周1看训练 CD 中惊喜加更，来场复盘局人物专访，每周5谁是峡谷垫地王，明星 cos 英雄造型，快乐不间断，还有不定期惊喜陪看 SVIP 权益加码，抢先7小时看正片加更衍生，超多精彩等你来看。我把生命当一场竞技，对手不强劲，游戏才够有趣。开局不理逆风出击，正和博弈，待博弈，机智力横扫千军。没人可以将热血浇熄，用高昂战役贯彻无所畏惧。我的底气不是虚名，而是宿命，坚定擦亮决心，逆转绝境，谁也不能猜熄心底的火焰。那是热，是爱，是无畏狩猎，何才胜过输赢的争辩？是你不懂的信念。当战鼓敲响，将勇气上当，让无畏的锋芒占据你的眼眶。当战歌高亢，胜败已无妨，那么就去成为叫做希望的光，将前方路照亮。炙热的目光始终锁定信仰，被误解的梦想才更值得去闯。
Yeah， 3、2、1，叫这些的掌声，比的光我都不隐藏，廉价那个光的伤害，需要将数字让土壤。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领取 SVIP 优惠，点击播放框下讨论区，在加油站为他加把劲儿。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可参与抽会员哦。关注爱玩荣耀中心微信公众号，参与话题领王者荣耀稀有皮肤。上微博进入战至巅峰话题页，参与战至巅峰红黑榜互动，选出你心中的红黑榜成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战至巅峰和知乎答主热聊节目话题。感谢让每一程更有趣的丽丽城，一起心怀无畏战至巅峰。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微博电竞、虎扑、环球在线、泰日报、影视聚焦、眼课、益智娱、智娱、新浪新闻、百度百科、百度 App、北京微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奇思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